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直奔主题，看一下我为大家准备的禅师原文的段落。今天准备的这一课是教你炒股票63，替各位理理基本概念。禅师在2007年7月2号的一篇文章。因为在周五的直播中，我发现很多朋友的一些基本概念，对缠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有我的一些基本的分析方法都不太清楚。从大家问的问题中就能看到。我在我的就是盘中解盘的时候，其实是只是直接给答案。如果说你要不对缠论这个整个这套系统不太了解的话，很多时候其实是听不懂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多花一点功夫，把缠论系统的学一下。你先系统的学一下，把各个概念都搞清楚，然后你才着手去进场操作。你不要什么都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只是听个一知半解，然后就去进场操作，这样的话其实危险性是很大的。那么在禅师的第63课，也是一样，看他是怎样给大家梳理一些基本概念的。我们来看一下，有的人总是不明白，例如总是在问5分钟图怎么看，30分图怎么看。其实，如果说你选择5分钟或30分钟为基本的图，那么和1分钟的看法一样，只不过你的显微镜倍数比较小，看起来比较粗糙而已。而如果你已经选择1分钟作为最基本的图，也就是选定了1分钟这个倍数的显微镜，那么看1分钟图就可以了，对吧？你看几分钟图的都无所谓，因为方法是一样的。你只要学会了这个方法，看什么级别的图、什么周期的图都是一样的。说点更实际的，一般人面对一只股票，不可能就先看1分钟图，大概都是先从日线、甚至周线、月线、季线、年线入手，这样等于先用倍数小的显微镜，甚至是用肉眼先看一下，然后再转用倍数大的进行精细的观察。因此，对于大级别的图，上一课中的分形、比、线段等同样有用。不过，一般这个观察都是快速而不精细的，所以大概精确就可以。而且，一般看图看多了，根本就不需要一步步按定义来。例如，打开日线图，1秒钟如果还看不明白一只股票的大的走势，那就是慢了，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解盘中都是当然平时的解盘我们是只看日线以及1小时的周期，但是在做周末漫谈跟会员做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是先从月线、周线、日线，有的时候再看一下60分钟，对吧？都是从大周期先找一下，看一下大的方向，类似禅师说的这个显微镜，显微镜先是度数小一点，慢慢加大这个显微镜的度数，看得越来越精细，也就是禅论的曲线套的这种方法。所以说，这是禅师在这个第63课也是讲的非常清楚。那么，同样的，新学缠论的朋友也是一样，先看看大图、大周期的，先找一找方向，然后针对你每天做交易的时候，或者说要进场做交易了，可能稍微需要看得精细一点，因为越精细，那么你能够所要进场的那个精度可能就更准。这样的话，你可能买了就涨，卖了就跌，那不是最美的事儿了，对不对？股票也一样，没有这种超越的直觉，还是老老实实去分析，在大级别图形略选定攻击目标后，就要选好显微镜，进行精细的跟踪分析，然后定好符合自己操作级别的买点建仓，这个非常重要。什么是符合自己的操作级别的买点建仓？这个没有人能够给一个答案的，只有你自己能够给你自己答案。你只有了解你的自己的操作的周期，你什么周期你能够看？因为图形越细越小，比如说1分钟、5分钟、15分钟，你这是只适合那个有大把时间盯盘的人的，他能够做日内交易的才需要去看这么精细的。你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你又想做的很精细，那不太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找到符合自己操作级别的买点建仓。你不要觉得这个巴菲特，难道巴菲特他
它是不需要去看什么1分钟、5分钟的，它只要找好大周期就好了。那么更精细的，可能他手下的交易员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大的周期肯定是需要他来定这个方向啊，对不对？所以说，针对巴菲特来说，他的周期可能就是年线、月线、季线这些大的周期才是巴菲特的一个周期。按照相应的操作级别进行操作，直到把这个股票玩烂，直到厌倦或者又发现新的更好的可玩弄对象为止。而站在纯理论的角度，没有任何股票是特别有操作价值的。中枢震荡的股票不一定比相应级别的单边上涨的股票产生的利润少。好多人就觉得只有单边才能赚到钱或者赚到更多钱，其实不是的，中枢震荡也能赚到。这是禅师已经明确的说出来了，对吧？你在做中枢震荡操作的时候，这是震荡，这是单边，对吧？在中枢震荡，如果说把握的好的话，中枢下方买，中枢上方卖，下方买，上方卖。如果说你又能够做空的话，如果说你的这个能力有够到位的话，那么又能买多又能做空，那么这来回交来交去，你的成本很快就很低，甚至很负，就是到负都很容易的，对吧？所以说你只要有时间，但是这个周期不能太小，这个周期中枢的周期不能太小，最好是60分钟以上，甚至是日线以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空间才有，就是这个中枢震荡那个区间才够大。如果说你去5分钟、15分钟去看这个周期的话，它的这个可能只有1%-2%的一个空间。你这个位置买了，然后去干点什么事儿，然后开个会什么的，然后它又下来了，对吧？你就来回坐电梯了。所以说这个周期不能太小。在你做这个中枢震荡的时候，你有能力去盯5分钟、15分钟，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它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区间震荡的空间就小一些，这就是中枢震荡。所以中枢震荡你要做好的话，其实很好做的，因为一旦前3笔1、2、3构成中枢之后，这中枢区间就固定了，对吧？当然了，你要等待，最好是等待第4笔出现也可以，因为前3笔这个第3笔可以出现一个延伸。你比如说你这个位置以为是结束了，你买进去了，但是它要出现一个延伸，那么中枢的区间可能就会有一些稍微的调整，对吧？中枢的区间可能有一些变化，但是你可以等待第4笔出来也可以。如果说第4笔出来了，那么中枢的区间就固定住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卖一卖，减一减，然后等待它再次回来，力度衰竭的时候再买一买，对吧？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力度上去，哎，你发现这个力度不对劲儿，这个不是到了这个位置，你才发现不对劲儿，而是在它的下边，在下面开始涨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发现不对劲儿呢？不是在这个周期，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图形现在是日线，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是日线，不是在日线上这个位置你发现它不对，你也发现不了，因为当出现一个底分型的时候，首先是发现有一个底分型，底分型之后，你要去它的次级别60分钟，甚至要去30分钟，甚至可能要去15分钟才能看到更精细的，尤其是在15分钟、5分钟上，它如果说是一种小浪形的快速往上拉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段而且快速突破这个中枢上沿的时候，那么这段就很可能就拉升要走单边了。这个是大家在判断现在是在继续单边震荡，还是要这是大家用来判断是否要继续中枢震荡，还是说要走单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这段拉升的时候，它的次级别一定是要这种小周期的，要单边。小周期的是以这种浪形模式往上拉升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这个快速拉升离开这个中枢。如果说它是带着中枢，如果说它的小周期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打个比方是日线的，不能这么画，重新画一下。然后这段我们现在观察的就是这段，最后这段，在它的次级别，如果说你发现它的次级别是这么一个状态，你说它可能脱离这个中枢吗？对不对？因为这段的次级别
这个蓝的它的次级别是这里面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不可能拖出去啊，对吧？按照当然了，这不是100%的那个说是2中枢之后就结束一段上涨，它也可以是3和4。这个一般在那个期货里面，或者说大宗商品里面，它的延续性是比较好的，或者说这个外汇那个里面也交易，它一般在小周期的话，可能延伸的这个延伸性好的，可能会出现超过2个中枢之后才结束，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超过2个的都不多。所以说超过2个，你就不要期望它能再往上走太狠了。所以说，这里一定要降低周期，要精细观察，去它的次级别，甚至是次级别，你才能够把握的更精细。这就是怎么来把握这个力度是否衰竭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那个区间套降低周期。好的，我们往下看，只有坏的操作者，没有坏的股票。股票只是废纸，本质上都是垃圾。如果技术心态不到位，任何股票都可以让你倾家荡产。当然，对于小资金来说，一定要选择股性好的股票；而对于大资金来说，股性是可以改造的，就如同没有面首是不可以面首的，只是代价不同而已。股票也一样，任何股票的股性都可以被改造，只不过需要的能量不同。这个什么是对于小资金来说？什么是股性好的股票？其实很简单，对我们来说就是选择基本面好的嘛，对吧？基本面比价关系这2个，我们是3个方面来选择我们要长期交易的这个标的。基本面，然后加上那个比价关系，然后最后才是技术面，不是说只要技术面就可以了，前面2个更重要。所以说一定要选择股性好的，股性好就是基本面好，然后比价关系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它是处于龙头的，对吧？每一个行业，这个公司所处的这个行业，如果说你是选择操作单一个股的话，这个公司在它本行业内一定是龙头，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是只做龙头，前面2个选好了，我们才需要看它的基本那个技术面。之所以每天分析的时候要看技术面的原因，是因为技术面它的变化快、变化多。之所以不看前面2个的原因是，一旦你选择好了，它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它不会那么频繁的变动。你比如说苹果，它可能每天、每周、每月，它的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都在变动吗？不可能啊，对不对？但是苹果的股票图形上就不一样了。每天都在变，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你去那个更小周期，60分钟、30分钟、15分钟，那就变化就更多了，对吧？我们是利用这2个选好了之后，然后才进攻这个技术面，利用它的各个周期的震荡、各个周期的波动，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资金利用率更充分，对不对？小周期啊，买一买，然后那个做差价，甚至是那个把成本降到非常低。所以说，前面2个选择的那个重要性是在，比如说你选择好了那个基本面和比价关系之后，在这个技术面出现大幅下杀的时候，你是敢买它的。短期的大幅下杀你是敢买的，这是为什么前面2个更重要的原因。很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前面2个那出现，比如说那个之前8月5号应该是。那个大盘的那个黑色星期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敢买英伟达、苹果这些股票，因为它们的基本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呀。所以说，在技术面出现了这种砸出来一个黄金坑的时候，反而是我们应该非常兴奋的时候。哎呀，又给到一个买入的机会，我们又可以加仓了，对吧？所以说前面2个是更重要的，那么一定要清楚你在做的股票基本面和比价关系能不能够满足这2个。那么不满足的话，那么是不应该放到你长期，比如说所谓的长期就是3、5年，哎，你3、5年这个票，或者说1、2年，起码1、2年吧，你能保证它没有太大问题的话，你才能够去长期跟踪它。好的，那么的话，今天就是简单的选择了这几个那个没有这个，因为这篇文章那个盘后客户回复的话没有比较精彩的那个段落，所以说我就没有选。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这个复盘了，看一下下一周。下一周啊，因为本周刚刚过去的周五出了这个非农数据啊，
超出所有人的预期，非常棒的一个这个非农数据。先不说它什么什么造假，好多我看有一些微信群里面什么网站上说又是要造假了这那的。首先我自己是没有建跟这个频道相关的任何的群的，跟大家说一下，我只是也加了好多一些股票群，只是看大家聊天啊，或者说看大家问的一些那个在里面聊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很少说，但是也是论坛也是，也看好多论坛，但是也很少说。但是呢，我就看到好多人说又是造假，又是这那的，其实有什么意义呢？造不造假，你能分辨吗？首先你不能分辨，第二，造不造假，市场都有反应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市场的合理选择来做应对就好了。所以说，那些天天说这个数据造假、那个数据造假的人，其实就是在那里做一些无谓的抱怨，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说，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只是看市场最终合理的选择。那么在下周的话，星期四 CPI 数据要出来了，然后呢，周五也有这个 PPI。再加上周三又有这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还有一个原油的一个数据。原油的数据的话，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如果说你炒油的话，最近这个原油还开始有一点点变化，再加上又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对吧？这个以色列和伊朗啊，什么黎巴嫩又在那儿互相在这儿有一些动作，看看能不能够刺激到这个原油的数据，刺激到原油的一个走势。所以说你要炒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周三的这个数据。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周四周五，这是比较重要的，相对来说比较重要。但是因为现在 CPI 数据啊，这个通胀已经被打下来了，你看它都已经到2点几了。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就业数据，跟就业相关的数据，我们是需要更关注一点。然后下周，尤其周五开始，进入了这个大的投行开始要出财报了 ，JP Morgan、这个 Wells Fargo 这些，他们每次财报都是他们打头阵。银行打头阵之后，就是财报季就开始了。所以说，虽然说我现在不做这个一些财报的，有一些盘前啊，或者说盘后的一些分析，但是，你如果说手里的股票要开始出财报了，你自己可能需要稍微的关注一下，对吧？那么下周五开始要财报季了。好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个标的，先看一下标普指数。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月线大周期。那么在月线上，现在本月虽然说只交易了这么4天，我们看一下这个，最高点是5757.73，那么前期的历史新高是5767.37，没有打掉这个高点，对吧？就看一下本月能不能够把这个5767.37单给打掉，打掉的话，哇塞，那就厉害喽，那又出现了一个高点，意味着这个月线上。又出高点之后，那没有顶分型啊，对吧？月线上没有顶分型，意味着这个月就不会想要出现顶分型的话，还要再等一个月，也就到了11月。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朋友也非常清楚，11月份有美国大选，那么可能变数就更多了。起码给市场再多一点缓息的时间吧，对吧？看一下这个本月能不能够打掉这个5767。如果说不能够打掉5767，而往下走的话，那么就要关注什么呢？能不能够把9月份的这个低点，也就是5402给打掉？如果说本月要把5402给打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月线上有顶分型了。所以说，这个9月份的这个高点和低点，对在月线这个图形上来说，就是这么个意义，就是它有一个区间。9月份这个区间决定了这个月线的顶分型是如何出现的，或者说是不是要出现顶分型。那么这个区间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在月线上。好的，那么的话，这是在月线大周期。那么刚才通过我们之前分享禅师的那个原文，我们就知道了，在大周期上我们要看一下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比如说你看一下裸 K， 这盘旋上升的多漂亮的一个盘旋上升的这么一个图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如果说是个个股的话，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图形。那么在图形上，在月线上，我们现在关注就是3491到5767这段是不是结束了，对吧？你要做的就是未完成段。什么叫未完成段？就是上涨的未完成，上涨现在没有结束，未完成就没结束嘛。你要做多的话，就是上涨还没结束，那么你做多肯定就赚钱。
如果说上涨现在结束了，或者说接近结束了，你现在做多的话，那就是危险的。所以说你做的你要做的交易就是要做它的未完成段，你觉得是继续上涨，那就是它没有完成。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析这段的这个内部结构，只有从它的内部结构看得更细，是不是够饱满之后，对不对？可以结束了，那么这个位置你是不是要减一减仓啊，或者说在这个对冲一下呀，对不对？做一些那个其他的配置。这就是在大周期上选好了这段。好多人拿到如果没学过缠论的话，他是不会分析的，他找不到要分析哪段，他连分析哪段都不知道，那每天他没有办法落地呀。但是对我们来说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了，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一段，然后我们去看它的内部，看一下周线上，也就是3491，它的内部是个什么结构呢？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哎，这个离开段非常强，是一个小 B，在我们的模型里面是小 B 段，小 B 段类似那个波浪里面那个三浪，对吧？三浪也是这个浪形里面最强那段，所以说这是跟浪形相对应的。那么在这个小 B 段非常强，没有背驰。那么在小 B 段内部呢，又是刚才那个区间道一样的方法，发现没有？月线上我们也是那么分析的，那么看的，周线上也是一样。4103到5767这个段只有一笔，周线上只有一笔，但是它跟月线上有区别的就是周线上已经有顶分型了，这里是有一个明确的顶分型的。那么就看一下，下一周是延续顶分型的这个下跌，还是说要再次突破前面的5767，把这个顶分型给打掉？也就是看这个顶分型是不是中继的顶分型，这就是我们在下周要关注在周线上。如果说在大周期，我们先说一下，如果说本月，对吧？如果说有回撤的话，那么我们就关注能不能够那个针对4103这个起涨点是，你可以用这个斐波那契这个看测一下，对吧？它能够回到什么位置？那离这个5131还很远呢，对吧？如果说连5131都碰不到的话，就直接上去，那么就是一个300了，非常强的一个300。那么相对来说，现在这种情况还看不到，一点点的可能性都没有。现在起码还要延续出一笔之后，才能说可能到某一个位置。现在还没有这种迹象，起码像前面这里，对吧？看这里2次都有过尝试想回拉，但是又被打掉了，都变成了中继的了。所以说这是走势还走得非常强。那么再次降低周期，4103到5767，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对吧？这就是区间套一点点往下降低，日线上，哎，日线上这个周期基本上够我们交易了，可以基本上一周交易几次。那么5103进入段123，然后构成中枢，3段构成中枢之后，然后第4段出现了之后，这个中枢的位置就固定了，对吧？中枢位置固定以后，然后它有过一次回撤，5402一次回撤，又回到这个中枢300，然后再次打出去，对吧？这个我们之前是测过，这个5402到5767和前面这段比较，这3段就是这3段1、2、3有背驰，我们当时比较过，用这个斐波那契扩展器比较过，它只是突破了0.618，等比例是在5934，对吧？这是我们当时测过的。然后回来之后，从这个起涨点5119，1、2、3、4。第4笔它是有5根 K 线，有5天的一个交易日，也够这个5根了。虽然说有2根有包含关系，但这个回撤我们可以先当第4笔来用，先当第4浪或者第4笔来用，因为它没有碰到前面这个高点，也就是5651，这样的话就会期待有5。至于这个5能否再次突破5767，没有人知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对吧？那么现在或者说它是一个弱的突破前面的高点，还是一个非常强的突破，你都不知道，你只能一点点跟它。所以说这里是一个潜在的一个5浪上升的一段。如果说能够非常强的上去的话，那么跟这个第3段相比较又没有背驰的话，那么就厉害了。5跟3没有背驰，还可以有6、7，6和7之后还可以有8和9，对吧？都是这么一点点跟出来的。所以说现在就是看这个第5段的这个向上的这个空间，上去之后，如果说力度不行，那么这是3和5有背驰了，就5跟3比较有背驰，那就会再回来构成中枢，构成中枢之后，这就已经是第2个中枢了，前面这里是日线上第1个中枢，那么2中枢之后看能不能够结束4103上来的这段，
有这里，对吧？现在这里还没有办法结束呢，这里没有办法结束，意味着周线上这里还有没有办法说它结束，所以就是这样的，通过先看大周期降到低周期，低周期的通过它的演变，你就知道大周期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5402上来之后，我们是用的递归的方式说这里是回撤一笔。如果说你不用递归的话，还是5402上涨没有结束呢。那么可以再看一下1小时上以5402作为这个起涨点的话，我们看一下这段的一个结构还是可以有的一说的。那么5402这里，如果说你当成一个进入段的话，就是那个起涨点的话，那么是一个1、2、3、4、5笔构成这个中枢的进入段。其中这个第二笔，我在忘了是在会员专享的那期视频里面特意说过，因为这里啊，严格定义是不够笔的，因为它是被破坏掉了。但是在这个当下交易的时候，就是1小时上。在1小时这个周期，这一次的回撤明显是去测一下前低，这个在交易上是有意义的。可能在理论分析的时候，你把它当成回撤一笔与否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当下交易的时候，这个位置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二买。这个二买的位置特别的，在你的持仓上是非常在你的持仓心理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这个位置买，还是说到了这个标准的二买，你看中间差这么多的，对吧？所以说，如果说能够把握一个更佳的位置，所以说在交易上这个位置的回撤是有意义的。那么至于能不能够把握着，那就看个人的能力了。现在我们看的是1小时周期，如果说这个周期是日线，甚至是周线、月线呢，那么这个位置就更有意义了，晓得吧？所以说。这种呢回撤200，虽然说它不符合严格定义上的一笔回撤，但是你要是能够把握住的话，那么它是一个更理想的一个买入点。这就是一个回撤不破前低，但是它这个回撤是非常深的。你想要把握到这个位置的话，一定要去它的更小周期才能把握住，甚至它有的时候都是一个小转大的一个模式，就这段上涨它有可能是一个小转大的模式拉上来的。你如果说不看它的小周期的话，你是不可能抓得住的，你是不敢买的，甚至在这个位置可能需要去割肉的。你发现哎呀，马上要破掉这个低点了，是不是要去割肉啊？甚至去做空的，立刻就一个反转快速拉上来。就这种的结构。这种的位置能够抓住的话，那对你的这个整个持仓心理上是占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说我这里要说一下，在自己的交易过程中，那么也要注意有这种回撤的时候不要慌，那么就看前面是一个，因为它前面已经是一个1、2、3、4、5，已经一个五浪下，然后这里又来了2次，这明显一般5段嘛，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一般5浪结束之后就可以尝试往里。小仓 A 往里进试一试，还有就是再次说一下这个仓位，好多人老想找一个100%的一个无风险的一个买卖点，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老想找着这里是不是肯定能涨，这里是不是肯定能跌？没有这种肯定的事儿啊！任何一个位置进，你现在马后炮复盘，你肯定知道，哦，这都谁傻子都知道这里应该卖，这里应该买，对吧？因为它已经走出来了嘛，对吧？但是没走出来，在当下的时候。任何位置进都有可能被套，都有可能面临止损，所以说你要用你的相应的仓位来控制风险，而不是用什么预测来控制风险，对吧？那个级别越小，那么相配置的仓位相对应的仓位就越小，而不是相反。好多人是周期越小，对应的仓位越大，那不是搞反了吗？因为周期越小，相应的你的操作的能力精度。要求的更高，你如果说操作能力非常差，你用的仓位非常大的话，那很容易出错的。那你这搞几次之后，你的心态就会非常差，那很快就爆仓，很快就完蛋。所以说，级别越小，那么就是对应的仓位越小；级别越大，那么对应的这个仓位可以相应的配置大一点。这就是不同的周期对应不同的仓位，这个是需要你长期练习的，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说1小时一定要配置多少那个仓位，这跟每个人的心理也有关系。有的人那个压力承受能力就强，那都相应的就可以多配一点嘛。但有的人可能一点点的微小的波动他都承受不了，那你就用相应的小仓位。但是好多人又非常贪婪。
又想赚钱又怕亏，那你这还操作什么呢？对不对？那你迟早回家抱孩子好了。所以说，就是一定把仓位跟这个那个周期一定要那个配置要那个掌握好。那么在这个1小时上，再复习一下，这是一个5段上去，然后2次回撤构成中枢，然后现在又周五又是因为这个非农数据的一个上涨，那么其实现在还没有脱离1小时这个中枢。它这个1小时形成中枢之后，它没有脱离它，对吧？那么就看这个下周这些 CPI 啊，还有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啊 PPI 能不能够让这个上涨脱离这个中枢？如何判断能否脱离中枢？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模型里面，对吧？怎么能够判断这段是否要脱离中枢呢？这个级别你判断不了啊。在这个级别你判断不了，你要降低周期。现在看的是1小时，你要去看15分钟，甚至是5分钟，甚至是1分钟，你才能够把握这段是不是能够脱离这个中枢。如果说在这个它的次级别里面走的非常纠结的话，那不可能脱离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每天都在讲，其实一个具体的案例怎么操作，但好多人不太懂的话，就是觉得啊，今天说这个那个复盘讲怎么说都对，其实不一样的，因为你需要用你的仓位去进场，去这个来，你既然分析好了，那么你就应该相应的拿出一些仓位来进场去验证它，而不是说今天预测它是不是要脱离，明天是预测它是不是要跌，那有啥？光预测。光说不干有什么意义呢？你光说不干就能从那个股市里赚钱，那是那些证券分析师干的活。你如果说证券分析师的话，那不需要来听我这些讲这些东西，对吧？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啰啰嗦嗦说了半天，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先看一下这个 VIX，这个的话在上周我是提醒过几次，因为当时是它在基本上这个位置。而且尤其它是要回撤到这个120天和200天这个位置，然后前面这里是相当于一个1次回撤、2次回撤，甚至是3次回撤都没有砸到这个120天以下，对吧？都被这个撑住了，所以说它还是有一天出现了一波大幅上升的，也就是在10月1号周二那天，还是出现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波动。现在它这个 MACD 已经是冲到这个0轴附近了。现在这个位置啊，力度没上去，它这个力度没上去，相当于2次反弹。如果说从前面算是下跌的话，那么反而是对多头来讲是一个好事了。1次反弹、2次反弹没有力度上去，那么很有希望再次打下来。如果说能把它砸到这个120天和200天之下的话，那么再看一下它这个是不是要下到0轴附近，再在这里等待一个方向。那么因为下到0轴以下的话，或者说砸破14.46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背驰啊，意味着进入段1次反弹、2次反弹构成中枢，然后这是离开。那么这个离开，这就是离开段。那么跟进入段一比较，有背驰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就小心点了，它有可能又要大幅的回来，来一个破底翻也可以。这就是传统理论他们这个说的这种叫破底翻的，就是这种2次反弹构成中枢，然后下来，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对吧？然后在那个传统理论，他们叫什么叫破底翻呢？这个位置它快速拉回去，甚至是快速拉回到这个中枢之上，这不是有一个底吗？相当于有一个底，有一个颈线，快速拉回到这个颈线之上，破底翻，然后再一次回撤，给一个2买上去，就要关注是不是这个位置要出现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了。是针对这个 VIX，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科技股，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周五是涨了1.68%，但是现在你看我们在日线上明显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压力位，一个底高点、2高点、3高点，对吧？这是几个高点的一个连线。那么周五的话，明显是顶在了这个连线这个位置，发现没有？刚好是顶在这个连线这个位置。然后好就好在现在这个 MACD 已经完全上到0轴以上了，虽然说这个柱子的伸长没有太猛的往上冲，但是它这个快慢线现在又开始有一点点张嘴了。如果说能够在下周能不能够冲破这个趋势线，对吧？冲破这个趋势线，如果说能够突破131.26，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突破131.26的话，在周线上，周线成比，我们看一眼周线，
周线上从90.69的话，这一笔一直没有形成呢，所以说它这个位置在周线上看的话，它其实是没有方向的，是一个收缩三角的一个状态。那么周线上你也能够看到一个很清晰的这么一个均线，趋势线呢，有这么根线在这儿压着呢，对吧？它所以说它是一个收缩三角形的一个状态，在大周期上，在小周期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所以说要突破131.26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周线上成比了。成比之后，如果说不能够突破140.76的话，这个位置还是周线的一个二脉。这个位置的话，还是一个周线的二脉，也就意味着它再下来，甚至再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都可能的。所以如果说这个位置上去不能够突破140.76的话，那这个位置要减一减。因为周线的二脉我们是需要应一应的，大周期的二脉我们都需要做一些应对。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突破131.26，如果说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会再被砸回来。但是如果说能够踩一脚这个趋势线，然后再上去的话，那么还是比较好的，因为相当于回拉一次，不能够回到这个小中枢还是300，然后再突破140.76也可以，对吧？那之后的话，我们可以慢慢再跟踪，看一眼这个 QQQ， 基本上图形差不多，跟英伟达都差不多。但是它这个因为493回撤之后啊不够比，这段是不够比的。好多人说，那我在这个位置卖了，然后回撤没够比，没买回来怎么办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周期没切换好，对吧？周期没有什么叫周期没有切换好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看这个水印儿。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那么你在日线上这里卖了，然后你是等待它这个能回撤一笔的，对吧？但是它没有回撤一笔就直接往上拉，说明在它小周期它的次级别甚至是次次级别够饱满了，周期够饱满了，所以说它才会出现的反弹。它这里出现的这个底分型完全是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反弹不够比的时候，然后直接再下来，再次那个跌破477.4，在小周期上会出现这么一个状态，也就是3段的这么一个状态，再次跌破之后，然后回撤成比。它完全是可以这么走的。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在493这个位置，或者在这个位置卖了之后，一定要去盯着它的小周期。小周期如果出现饱满的时候，你要补回来的。在这个位置卖了，你要想找好位置回补，而不是说卖了之后就那个傻着那个等待这个一定要等待回撤一笔才能回补，那你这就是有点稍微僵硬了，操作起来稍微僵化了，对吧？那你有卖要，而且还有就是有卖要一定有买，不能够说光会卖不会买，或者说是光会买不会卖，那么这个交易就是不是闭环交易，不是一个完善的一个交易。你要会买又要会卖，所以说是以那个成对儿的，对吧？你不能说是只能做单边交易，那是有问题的。所以针对这个QQQ 的话，现在就是在日线上是没有方向的，就看它这里是怎么选择方向，是要突破493还是要跌破477。所以说在日线上你是没有办法交易的，你要想交易只能降低周期。那么它如果说往上走，再次突破493的话，那就是448的延续。448延续还是没有突破前面的这个503的话，那么还是2次反弹，那么还可以再下来，直到它再次突破4503之后，这个周线上才会有变化。所以说，针对这个 QQQ 的话，相对来说，它这个跟那个英伟达差不多。再看一眼这个苹果，苹果的话，我们在之前在日线上我们说过，这个位置是一个潜在300起涨点164，这个是进入段3笔构成中枢，然后开始震荡。然后这里发现，哎，回不来了。那么回不到这个中枢，这里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300，这个位置可以稍微配置一点。为什么说可以配置一点？因为它这段你看到没有，它的已经横了好长时间了，起码有2周时间了。那说明它的内部跌不下来呀，对吧？这个空头想砸不下来，那么这说明大家都不愿意卖。那么这个位置形成300的话，那可以再次来一次打掉这个233，甚至是力度强的话，再次突破前面那个237。那么之后再看。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去比较这个力度就好了。现在也可以这个先尝试比较一下，用这个扩展器看一下，对吧？那你就有位置了呀。看看0.618、234等比例242，如果说能够突到等比例的话，又突破了前面这个237，看一下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卖点，它会再下来。再下来的话，那就看它回的位置。如果说回来了，但是碰不到233，哎，还可以有一笔，也就是一个5段了，1、2、3、4、5，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碰的呢
上去到这个242了，又回来了，那么意味着这里可以做中枢了，再做一个中枢，这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升级，然后可以再上，对吧？走势都是这样，一段段做，一段段吃的，没有人能够预测它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对吧？上去是强还是弱，那你只有去当下判断呢。再看一眼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也是大周期上，它是在一个周线的月线的，我们现在看的是月线，月线的一个大的中枢震荡里面，这是月线的第二个大中枢。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月线的这个趋势线，也是一个前面两个高点连线，现在已经突破了，这是一个高点连线突破了一个，但是呢，它现在还没有突破271这个位置，只有突破271，那么这个周线反弹才成比。周线反弹成比之后，那就要关注是不是要再回来。你也可以把这个中线的这个月线的这个中轨，我们现在看的是月线中轨，给它画出来。突破271之后，看能不能踩一脚中轨之后再上去，对吧？现在它这个走的稍微还比较纠结一点，没有特别有明显力度能够突破这个周线的这个中枢。看一下这个10月10号，马上下周四要出的这个 Robotaxi 这个事儿，但是它马上又临近它的财报了。10月23号盘后又有财报，那么现在这个位置还是，走的还是比较纠结，对吧？下面有一个中枢，然后这里是给到一个300，然后上去又回来，也是跟刚才那 QQQ 很像，跟 QQQ 很像，是只有4根儿，哎不够比，你想买到它的话，你必须要降低周期，但是它这个在日线上，你看它有回撤到0.5和0.382之间，出现了一波反弹。那么反弹如果说不能够再次突破264，基本上就到下周四了。看看这个 Robotaxi， 如果说不够，怎么说呢？不够惊艳，不够亮，不够大饼画的不够大的话，可能也不能够突破这个，然后再下来，再次跌破237的话，那么在日线上就会出现回撤够比了。回撤这够比之后，就盯着能不能碰到228，碰不到228，那还可以再有一个5，也就是一个1、2、3、4、5，跟那个苹果图形几乎是一个模型一个模板画那个刻出来的，对吧？看一眼这个 ARM。ARM 的话，我们在周线上我们知道是一个大的这个中枢震荡中，现在就是看这个996这段，96.66这段有没有结束。虽然说周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强的一个顶分型了，对吧？这个是一个叫强顶分。我们在这里再复习一下什么叫强顶分或者说强底分，因为好多新朋友，强顶分型这就是顶分型有强弱之分，这是一种强顶分。那么什么是弱顶分呢？是这样。那么顶分型或者顶底分型，我们先说顶分型。那么底分型也是一样的。顶分型的话，它是有区间的。那么是，它是有3元素。先说有3元素。第一根 K 线第一元素，第二根 K 线第二元素，第三根 K 线第3元素。那么这个3个元素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区间。第一元素和第二元素就构成了这个区间，顶分型的这个区间。如果第三元素的低点没有突破，没有跌破第一元素的低点，那么这个顶分型就是弱顶分。如果第三元素的低点跌破了第一元素的低点，那么这个就是强顶分，这就是强弱区别。那么强弱区别对应的是什么呢？但这个对应不是100%的，就是说强顶分更容易形成回撤一笔。那么弱顶分的话，更容易形成的就是一个中继的一个顶分型，但是这个是没有100%对应性的，只是有这么一个那个趋势性。所以说你发现有强顶分了，那就要关注它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回撤一笔，当然也可以不回撤一笔，比如说标普的这个周线，我们再看一眼标普的周线出现过好几次的这个强顶分。我们看这个位置，这就是一个强顶分。虽然说它是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包含关系处理之后，它是这么一个状态，跟我刚才画那个强顶分一模一样。所以说它是出现了一个强顶分之后，它没有形成回撤一笔，它不够比呀，因为只有4根。然后还有这里也是一样，这里它这个顶分型就是一个弱顶分，它是这么一个状态。离这个下面这个底很接近了，对吧？但是它也是形成了2根，形成了那个2周啊，形成了2周的一个回撤，也不够那个回撤一笔。这里也是形成过一次强顶分，看到没有？也是形成过一次强顶分，它这个强顶分还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强顶分。但是呢，
之后的第4元素或者第4周又是一个上涨，所以说形成强敌顶分呢，它并不是100%就对应要给到一笔，但只是要引起你的注意了。这就是这个强敌顶分的一个对我们的在技术上的一个意义。那么在 ARM 周线上有强顶分了，那么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回撤，还是说能够变成一个中继的，那就要降低周期。日线上，那么这就是起涨点96，一次两次回落构成这个中枢了。现在，然后又踩到了120天均线上，看到没有？又踩到了120天。那么这里的这个 MACD 看能够回拉之后能够空中加油上去，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希望再次突破一下152。如果说不能够突破152的话，那就是一个中枢在这做中枢震荡，它可以一直在中枢震，然后出现9段升级之后可以再上去。所以说就关注它后期的一个怎么演变。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